What's up, guys？ 如果你手边使用 Sony 的初代 RX100， 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现代流行的相机自带外拍，没有即时存档，好像很不好用。很简单的，我们只需要在我们手机加一个 SD 读卡机，即便是在户外，轻松的把你的档案传进你的手机，及时的运用 Let's Find Out。插上读卡机之后，打开我们的 Photo 的 App， 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里面有个 Import 的选项，找到你想要输入的照片。Motion， 简单的按下 Import 就可以输入手机喽。输入完之后，我们简单的将它 disconnect， 就可以将我们的 SD 卡拿回来继续拍摄了。当档案都已经存进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启手机上的 Lightroom 来进行图像的调整。首先呢，打开你的 Lightroom， 输入刚刚在我们相片 App 所 copy 进来的照片。输入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照片有标示 RAW RAW 档呢，表示它是照片的原始档。可以进行精细的编修，寻找所需要调整的图像。如果我们按下工具栏里面的 Auto 呢，它会自动帮你做一个色调调整。我们可以从这个基础呢来进行进一步的编修。它在 Light 光影调整里面增加了反差，降低了 Highlight 高光，以及填充了 Shadow 阴影，更提亮了 White。以及压暗 Black 这几项操作。如果觉得不满意呢，我们随时可以回到上一动，将图像的 Reset 到 Import， 是完全回归到我们输入的状态，可以一步步呢自由的调整。在调整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是要将影像里面的明暗啊、灰阶啊重新分配。比如说，在这个图像中，它的亮的地方集中在白云的部分，然后整片山壁呢是属于比较灰暗的情形，调整方向呢就是要尽量的让我们山壁的细节能够清楚看到，比如说山上有些硫磺的烟啊之类的。我们提亮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视觉就可以看到山壁上有很多精细的烟雾的细节。好了，那我们调亮之后呢，我们发现天空的白云呢就变成过曝了，就是我们简单的highlight部分往下调。那天空呢不会过于死白，会变得有色一点。没错。至于我们的 white 部分呢，你可以把它往下拉。那要拉多少呢？就是要让我们画面中的白色不会变死白。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借助工具，这时候我们长按画面，它会显示出调整前跟调整后的差别。View Option 呢，我们也可以打开 Histogram 来调出直方图，来确保观察到我们调整的弧度呢会不会过大。比如说，我们这看到我们调整 Highlight 的时候，我们高光部分会压暗 ，Histogram 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区域的改变。我们可以因此的判断说，我们调整的区块是不是太过夸张。比如说，我这边看到 White， 我们调整 White 的时候，它整个高光部分移动非常明显。如果我们 White加太多呢，它会整个到直方图的最右边的时候就会变曝光过度咯。所以我们尽量小心的调整，那我们的 white 呢尽量贴近右边，但是不要超右边，这样就不会曝光过度咯。相对的，如果我们将 black 往左侧拉，但是不要超过左侧的话，就可以将画面的黑色呢做一个比较深层的延伸，让画面黑色更黑，白色更白，这样画面的反差呢就会相当漂亮。一路调整呢，我们调整了 highlight 啊以及Shadow、White、Black 这些相应的区块之后，我们可以对总体的反差做一调整，可以降低反差，让灰色多一点，或是增加反差，让黑白分明一些。最后呢，我们可以交出 Curve 曲线，曲线呢右上方就是白点，左下方是黑点，所以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白点呢往下拉一点，让画面中白色不要过白。正中央设定一个点，固定一下我们中间调 75% 的亮区设定一个点， 25% 的暗区设定一个点。如果想让你画面呢变得更加的柔润一点的话，你可以适当的让画面高光呢稍压一点点，暗部呢稍微提亮一点，显示出比较柔润的感觉，也会有多那么一点底片的风味。高光 75% 的部分呢也稍微提亮一点，让整体的反差相对明快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这边高光压暗的部分要非常谨慎，否则它亮部会失去应有的层次，要变成片白。这回到我们拍摄的时候，前期曝光呢就要控制好最亮的地方，尽量不要过曝，这样后置调整呢就会有一个相对的余裕。
来做调整哦。曲线调整完之后，我们可以调整红绿以及蓝色的曲线来进行相对色相的增减。调整前整体不光比较保守，着重于天空季节的保留。调整之后，我们让山壁上的地热景观会提亮出来，让我们视线可以看得到，同时又保留天空层次，不会让它过。接下来下一步呢是调整色彩部分 ，color 部分呢，我们可以在这边调整白平衡，白平衡 K 数开设的时候就已经设定5200K 了，但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人为加减，比如说我将色温呢稍微降低到5000K， 偏红偏绿的倾向呢，也可以做相应的调整。这边我就保留原始的相机的设定 ，Vibrance 就是色彩的饱和度，我们这边可以适当的加强饱和度，让它变得更鲜明一点。下面 Saturation 它的彩度呢，可以直接调整到色彩最鲜艳的状态。这边我们就先不去动它，我们只增加一点 Vibration， 那我们更看得到隐藏在中间调的色彩。前期拍摄有些设定失误的地方，比如说曝光射多一点或少一点，或及白平衡呢跑掉一点，这边呢这几项都可以把它修正回来。接下来呢就是进入个别色相的调整，这边呢就会比较具有个人化倾向的调整方式。我们可以从这边呢制定出非常属于个人化的色彩风格。先从 Mix 这项工具调起 ，Mix 呢它将颜色呢分为这几项，我们可以单独的调整每个色相，红、橙、黄、绿、青、蓝、紫及洋红这几项呢个别做调整。在这边我看到我们画面色调呢是单纯的比较偏向户外那种蓝绿为主的构成。这边呢，我们如果对于绿色做一些饱和度的加减，画面就有明显的影响。如果我们将绿色的它的饱和度降低一点，相对于鲜艳的绿色来讲，我们视觉呢更能够看到其中阶调变化会更加突出。所以呢，这边我会倾向将画面中的绿色的饱和度做一个降低。天空的蓝色部分呢，会将它的蓝色的明度稍微降低，蓝的层次更多，也会降低蓝色的饱和度，让它更沉稳，不会过于鲜艳。同时呢，我会将天空原本带一点洋红的印象，稍微带一点清空的感觉，偏轻一点，偏轻一点跟偏洋红比较起来呢，这个蓝色的倾向会相对于偏洋红的蓝色会显得更为暖调一点点，夏日蓝天青色的感觉，但是饱和度我会控制的稍微低一点，不饱和的颜色的层次呢将会明显的会比较少一些哦。再调青色，青色部分饱和度把它拉低一点，在画面上呢我会将它带一点暖调，降低颜色的鲜艳度，阶调层次更为清晰。如果要进一步脱离现实的描写，可以进一步的加入一些个人喜欢的色相的偏移，进一步做个人化。我会在这边呢将绿色呢饱和度再进一步拉低，画面的彩度降低之后，可以使用二次调色的 Gradient 工具自己主观的色彩。Gradient 的暗部加入点偏底片色调的那种偏色，带一点洋黄蓝色的感觉，度呢不要超过10，就是隐隐约约的藏在明度层次里面呢，不会过于明显。同时又带有一点个人风格，中间调呢带一点暖调的处理，所以我会将中间调 Gradient 呢把它偏向一点橘黄色的感觉，偏暖调一点点。同样都没有超过10的数值，非常少，超过10的话它就会稍微明显一些。在影片的最亮部呢带一点点金色，一点点绿，带点青，影像带有一点点破片的质感。整体呢偏冷色调的话，层次会更为细腻。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完成了切调重新分配，将原本视觉集中在远处天空的明暗分布，利用切调重新分配，被调整明暗之后，我们视线呢就可以注意到山壁上的那些精彩肌理，同时透过颜色的调整，让原本比较闷、比较没有层次的绿色转变为丰富多彩、具有个人风格的颜色呈现。下一步调整影像的阶调变化，分别为 Texture， 它会强调画面中基底细部的反差以及它的清晰度 Clarity 我会通常会降低一点，让它更具有比较细密的阶调变化。但是如果你要强调线条的话，我们可以将 Clarity 加强一点。以 Haze 就是画面中整体的除雾的效果，在风景上呢适当加强，会让画面变得印象深刻。相对的，想要让画面虚无缥缈一点的话，可以增加点 Haze。在这边呢，我倾向于加点 Haze， 因为画面中其实明暗分布已经非常清晰了，就是天空是亮的，山壁是暗的。我现在会增加一点 Haze。暗角呢，就是依照个人喜好。通常现代风格图像来讲，不需要加太多暗角。Right 调整完之后，风景的图像呢，通常加一点颗粒感，面呢倒是不需要这样处理。再来的是 Detail 部分，在弱档适当的去做锐化的话，这边可以做些处理哦。这边呢，我会加点 Masking， 让画面不会过于
锐利，只在一个微小的 detail 上做劣化就可以了。Noise reduction 呢，通常在专案处理上呢，其实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明显的差点。还有 color noise reduction 这几项呢，可以视情形的做一些查询的优化。Optics 里面如果打开去指别的话，它有一定程度呢会减少一些画面指别的效果。光学的校正点都可以视情况打开。Geometry 的几何的调整，拍摄建筑物啊，或是人造物的空间的话，这些都可以有助于我们将画面的透视调整到最好可能的情形。调整完之后，我们只要将你的调整存下来，就可以把它套用到下一张其他的作品中咯。See you, bye. 我觉得你做影片可以在，就是如果你想要订阅更多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先看看别人的影片，然后找出别人没有的特点，然后自己再做新的改变，然后这样才可以更多。对啊。所以就是你需要有趣点，只是做影片不要那么死板。再有趣一点，多点互动。我都是这样拍影片。